责任的预测哦。目前啊，以新北来说，我个人最看好的也不是淡海哦，就淡海新市镇哦，淡水那边哦，不是，也不是巴黎哦，我最看好的是温仔郡从化区哦，温仔郡从化区哦，就新庄哦那边。为什么哦？就因为它的区位真的很好哦，市区哦又大。它大到什么程度？397公顷，这个以后你就知道了哈。土地就是要大哦，这样建商才可以一直盖，然后一直都有热度，一直往上推。这是新北市哦，面积最大的从化区哈，在热度上最大的从化区。你要说最大，新北最大也不是温仔郡哦，是那个淡海新市镇，超过1000顷的，然后开发就失败，所以之后就不会再有人要做这么大的从化区。好，那温仔郡它就在市区啊。你换个角度看哦，它有土地，它陆续盖房子，它的热度就会一直持续多久？以这个土地的面积我未看现在持续15年，15年以上才是温仔郡从化区的成熟体阶段，25年才是它完全体。1500万在新北能买房子吗？其实这样做还不错哦。先说结论，1500万买得到了。新北，你知道新北有多大吗？超大的呢！1500万还是买得到。新北比较偏远的地方，如果你对房子有要求的话啊，比较偏远了，你要新版特区什么的，应该是没办法了。所以我建议你不要一直只盯着新北的蛋黄区来看只要走长期的剧本啊，还是有机会从蛋白换到蛋黄。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现在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中古屋比预售便宜多少？那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1500万在新北能买到好房子吗？一样是最近的新闻。好，来这个标题我念一下：1500万买10坪新北小房会赔钱吗？内行人直戳关键，不要乱垫脚买房。这个不太对劲啊！什么？你买10坪，单坪跑到150，新北哪有这个行情那应该讲说室内10坪。好，那简单讲一下这个新闻就是一个网友在 Dcard 上发文，表示自己是首购，然后住新北啊，大概准备了300多万要买房子，然后发现1500万只能买10到13坪的套房。我个人认为应该是1房1厅，只是他说那个是套房这样。不然你这样除下1500万这个单价太高了。新北目前连新版特区都还没有这个实价登录那所以他在考虑要不要买这样。然后提到预售屋现在就是一案叠一案，越来越高啊。然后新版特还领涨突破100万一坪感觉就不会跌，然后就 FOMO 了。那我猜这个元包应该比较少接触房地产，不是说他不觉得这1500买10坪套房这个价格不合理，而是说现在局势发生变化了，预售感觉不会跌，只是因为近期的买气太热，近期的买气并不是常态真的不是常态热成这样，我们过去也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年终这一年走到中间，这个银行72/2可以放房贷钱又放完这个不是常态那买气太热才让它有这样子感觉，但其实北台湾预售的买气已经降温了已经降温了。像这个新闻的标题我来念一下，这个新闻发生在2024 9月19号，不就是那个第7波限管制嘛新闻写说北台湾预售屋买气转凉，看屋成交组数连2月衰退。内容不赘述了反正就是说现在北台湾看预售的人比以前要少。我有去查那个买卖转移栋数确实都有变低这当然一定有部分是受银行满水位的影响但这个值得注意的是，预售屋现在在台湾就是房价的火车头，它会跑在前面，所以你要知道买远一点还有机会因为我们今天讲台北那你想要买在蛋黄或者是蛋白真的要很有实力其实你愿意住远一点的话，还是有其他选择的例如这支 YouTube 的影片，这个影片的标题叫《北漂族买房日记》EP2， 来总价260万，房贷月还款8000，买到20坪2楼旧公寓，开车到内湖只要20分钟。来，你猜他买在哪里？那有兴趣的话，你去找这支影片来看这个房子的位置位于基隆7堵然后又是公寓所以可以买的超便宜这样。对，基隆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呢？这基隆怎么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好，那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新闻原 po 说现在1500万只能在新北买10坪的套房我未看先猜，他应该是看到还不错的地段
哦，然后是新成屋或预售案啊，不然1500万，你说你在新北买不到一个公寓，我是不相信的哦。那刚才的影片也有讲啦，7堵20坪公寓只要260万哦，因为啊还是想要买在台北嘛，这个也不能怪那个原 po 啦啊，因为他从小就在这边长大，结果现在买不起自己的故乡，那当然心情上会有很严重的那个落差，而现实就是这样，所以我会建议你就趁年轻的时候买远一点没有关系啦后面还是有机会换回蛋白，甚至换回蛋黄。最后你要知道，自住也可以走长期战线。我知道要一个人从那个住好好的板桥、新庄、新店，一下搬到基隆7堵，这个身心上一定很难适应。那个心灵比较脆弱的人可能还要忧郁但我要表达的是，现在想要在台北买房子，在没有长辈赞助以下，那又不是说只有预售屋可以选可以买比较远的地方啊。对，我知道这个就时间换空间要通勤时间要很久这样，但是至少就是上车了嘛，有房在手。还是那句话谁叫你现在才要看房子啊？你为什么不早3年、早5年去看房子啊？就变成这个样，你也可以很极端啊，就是好，那我们就来等房价腰斩，好，就等腰斩，等吧，慢慢等。有一群居住正义大侠，因为等了10年、15年了他们还在等，就这样啊那现实就是长这样至少远一点的地方先有房在手，先上车，然后再走小换大、旧换新累积新房子头期款的计划。就可以慢慢从蛋白换到蛋黄或是从蛋壳换到蛋白都是做得到的啊。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也是这样来的你现在觉得说这个也贵起来的新庄、三重，在30-40年前不就是鸟地方，就是大家从南部上来嘛，然后租了一间鸟鸟的公寓存到钱以后，才慢慢这样子换，一路换到现在你在住的电梯大楼。所以你开局先住比较远是真的没有关系。他们以前也是同样的情况啊，三重、泸州、新庄、板桥都是怎样，都是要到台北上班的，台北上班到过桥。然后我爸说，以前那个桥上还有哨站，就是阿兵哥有枪的那种就这样他们也是这样啊，他们也是在那个时间换空间啊，只是可能上一代人各种因缘际会之下，他就没有办法多留一间房子给你在这个地方，那你就要靠你自己努力了这个就是你的命那如果你只能纯靠自己，你要上车的话，蛮远一点蛮远一点，然后走一样一个时间换空间，小换大、旧换新，长期剧本这个长期剧本长到什么程度？10年10年为单位那就是有机会这样子一路给他换回蛋黄。不然你想想看，台北市的房子到底有谁在买？谁工作那么夸张他可以这样的台北直接买7000万的房子，你换算那个年薪要他妈的高所以不对啦，这个都是人家卖掉老的房子，然后现金就很大一笔，可能到4-5千万然后就是买一间7000的东西，然后买这个7000的东西他贷款不用贷很多，他的薪资就 OK 了台北市现在的买法就是长这个样子也不是说台北市的老人家族都这么天龙这么有钱他说这个现在新房子新的3房要8500万，好，儿子要买是不是？好，我帮你出7000万，怎么不是人人有这种实力的，都是卖掉以前才有办法去做一个庞大的头期款，然后贷款只贷一点点。台北市买房现在都长这样，这是真的我讲的是那个逼近豪宅线或超越豪宅线的产品那当然台北市还有3000、3500的东西那个买法又不一样。总之我之前的影片是说老远小不适合投资资产是因为老远小的房子它往上涨的速度比较慢，你要那个蛋黄先跑，然后蛋白，然后蛋壳才跑到你这里嘛但是这是他做一个投资标的物的时候的模样你现在是要自住呢，对不对？你自住，你走10年的剧本，存够了钱，从老远小换到蛋白区，还是很有机会的。讲那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1500万能在新北买房子吗？那我先跟你分享，现在北台湾的预售屋市场正在降温最好是观测一下风向。那我也跟你分享了另一个买自住的选择，就是买老远小的房子先上车还是有机会的。就像我分享到的这个 YouTube 影片，等下去拍的，这是7堵的房子其实7堵也没有很烂我以前也认真考虑过，为什么？因为它自强号有停自强号有停那20坪的公寓，屋龄肯定30年、35年以上但是它只要260万，你不觉得这个压力很轻吗？那你这个之后涨了，你也不用卖嘛，你就看要怎么做收租嘛就这样。虽然这个台北
北部啦跟你想象中的北部是差很多的但是至少就是晋升成有房一族，然后再走个小换大旧换新10年剧本，还是有机会让自己慢慢的换到好区那这就是一条很明确可达成的路。当初我们爸妈从南部上台北打拼不是也是这样慢慢换过来的，他只是现在没留房子给你，导致你自己要去面对这个事情这个就是大家每个人不能选择的命运这没什么好讲的，你也不要去憎恨或怪你的父母就是长这样。房子这件事情我真的认为还是要先搞定自住需求，再去想东想西也不要 FOMO 了看人家在做房地产投资自己也急着要去弄。你看之前实力不足硬是要跟硬是要上车了现在不就是被那个杨金龙总裁第7波信用管制打到快哭了所以你自住你先买烂房子，能住就好房价上其实还是很居住正义的。这一个男孩子都没差啦，真的啦，住基隆住哪边我们哪有差？问题都在婚姻所以搞得年轻人不想结婚就是这样。男生都可以忍受住基隆很好开车20分钟结果女生不要，因为女生从小在台北市长大，你让她跟你去住基隆，我看这个我看麻烦的这个婚可能会未来会很有状况所以年轻人不想结婚嘛就这当然是个很重要的原因我都知道。如果你买老园小那你另一半可以接受的话，其实房价上真的还是很居住正义那个板桥、中和、永和，你要买到新的房子当然很贵那个是人人都在抢的，全台湾都很有实力的人在竞争的东西，当然很贵但是如果你到我乱讲树林、泰山，现在都还是找得到价格亲民的老房子他们也正在补涨这就是你早年不上车要吞的苦果。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情况，那么底下不要来喷什么我就刚毕业或者什么的这就是命这就是命。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自己的困境跟自己的机会这就是命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也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我分享一下不负责任的预测目前以新北来说，我个人最看好的也不是淡海就淡海新市镇淡水那边不是，也不是巴黎我最看好的是温仔郡从化区温仔郡从化区就新庄那边。为什么就因为它的区位真的很好市区又大，它大到什么程度？397公顷这个以后你就知道了土地就是要大这样建商才可以一直盖，然后一直都有热度，一直往上推。是新北市面积最大的从化区在热度上最大的从化区，你要说最大，新北最大也不是温仔郡是那个淡海新市镇，超过1000顷的，然后开发就失败，所以之后就不会再有人要做这么大的从化区那温仔郡它就在市区你换个角度看它有土地，它陆陆续续盖房子它的热度就会一直持续多久？以这个土地的面积我未看现在持续15年，15年以上才是温仔郡从化区的成熟体阶段，25年才是它完全体，就是那个温仔郡现在只是小火龙而已那以后它会变成那个火恐龙。我小时候在打的神奇宝贝那一阶好像叫火恐龙吧15年
25年就变喷火龙大只了哦，就这样。因为一个都市计划在做就是25年规划哦，就这样300个月。讲干话哦，如果我是刚毕业哦，而且我在新北，然后我没有像当初来研究高雄市哦，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上车的年轻人啊，我有首购资格可以走新青安，我一定先看温仔郡从化区，我未来10年大概都做这里就好了。对啊，以市政府当地市政府的角度来看，温仔郡从化区现在叫什么？相当早期哦，真的是相当早期，现在才要进入哈，并不算是很晚很晚。我举个例子，以我高雄的美术馆特区后，妈这次台风又淹水哈。然后我也被大家嘲笑，就是说，买一个会淹水美术馆，还说自己是豪宅区，我影响其实真的还好啊。那个淹水就淹水，又没淹进地下室，我只是不能出门而已。那个水在退有够快呢，好，这个在我看来就是有进步。当然啦，发生第2次淹水这个叫不应该，但是水在退真的是有够快，快到就30分钟啊。我之前不是会有影片我拍我家楼下淹啊，这次又一样哦。我看一下，水怎么好像开始退了哦？那我们东西准备哦。然后那个裤脚卷起来哈，我打算再下去拍，就退了，就变得没什么好拍了。所以水在退非常的快，在我看来就是有进步了，还是被酸被笑啊，被酸被笑就被酸被笑哈。我反正再过2-3年大家也都忘记了。过头来哈，那个美术馆特区弄到现在变成高雄天龙国。对不对？哦，高雄天龙国，你知道它几年吗？刚刚有说嘛，从化区的规划25年为单位，然后以美术馆特区那个老透天就不是多老的透天第一批房子我们先不算。以电梯大楼来说，电梯大楼现在美术馆屋龄最高的应该是19年，19年。那它要走19年呢，才有今天的地位呢。那温仔郡从化区很早期，真的还很早期。你现在30岁的话，大概到你50岁，温仔郡从化区才是喷火龙，相当早期。所以如果我是我刚前面的条件刚毕业有新青安，没有留房子给我啊，我要找个地方上车，我真的会选温仔郡，因为我晓得以都市计划来说，现在真的还不算。我也直接讲拿温仔郡的哪个特定区，它400多公顷嘛，很大嘛，会特别去研究福大后门跟明志科大夹起来那边福大后门跟明志科大夹起来那边，为什么？2所大学又有辅大医院呢，又有机捷价格又明显比新庄第一街它是泰山门牌嘛，万以下目前应该也只是能看到公寓啦，就是走今天影片讲的先上车嘛，房价也涨非常的多了。讲今天影片1500万，你讲1000万来走新青安的话，目前都还很算居住正义。打个预防针我对温仔郡的研究不深没有像高雄这样做功课做成这样。我只是乍看而已然后就等那个时间带来回报，这样新建案继续盖，就会显得你的中古很便宜。那中古很便宜就有补涨那你就上去了那中间要干嘛？专注本业慢慢工作慢慢等我会说选对从化区买对房子的话，真的是足以让一个家庭翻身。翻身的程度也还好啦，大概就从赤贫翻到1000万台币身家，这个都是做得到的。温仔郡现在就正在上演给你看，为什么？它目前热度真的不高，对不对？温仔郡那个也有人念温仔郡那个注音还不好打，热度不高，为什么？因为现在都还不到密集推案的阶段。那个新北舞台焦点都在哪里？板桥新板特区嘛，板桥江翠从化区嘛，新店央北嘛，对不对？连五股周子阳的热度都比这个温仔郡还高。但是目光放到10年、15年、20年，我跟你讲，温仔郡会是未来市场热度的老大就只剩它有土地可以继续盖新案。大明志科大这个又不会倒辅大就有医科的大学有什么好倒的然后那个明志科大靠台硕这个没事医院也不会倒然后也有增设一站机捷的准备它又刚重化又没什么热度，它又在市区山脚下，不用像说林口 H1819这个要爬山上去，泰山门牌就泰山门牌我看来目前真的还是非常理想的新手村，像是我不负责任的说法对，就是不负责任听听就好。温仔郡从化区，我真的如果在台北，我就研究温仔郡从化区就好了，真的是这样。我的看在新北你没事的话，那你可以开车骑车去那边晃晃看就福大后门蛮不错的啦你也不能说那边没有什么生活机能，它那个从化区从化起来跟我们印象中的从化区不一样，不是说什么空地野狗。
你现在去看也差不多了哈。但我要表达它是旧市区把工厂拆掉让出来的土地，所以它本来就是热闹的地方。它现在只是工厂，那铁皮都围起来，是像我说的明治科大前面那一条路，明治路吧，对不对？它生活机能都有啊，也有麦当劳啊，没什么问题啊。只是现在市场焦点就不会去看那里哦。泰山门牌好像低人一等，你看又是很像当初的什么新庄门牌，对不对？新庄副都新庄头前从化区在炒的时候，干嘛买新庄哦？再重新表演一次给你看哦。那接下来就是泰山了哦。那新庄当然会更强，然后新板头慢慢超强哦。然后最强的人哦在哪里？在台北市哦，就是这样。